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所在的恒星系，本质是一场横跨46亿年的宇宙大屠杀犯罪现场。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消失的行星兄弟姐妹去哪儿了？地球能活到今天，到底靠了多少运气？我们从小到大看教科书里的星图，总觉得太阳系特别规整。靠近太阳的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4个个头矮小、皮实抗造的岩石小弟；远一点的是4个体型恐怖的气态巨头。别看天王星和海王星叫冰巨星，体重也都在地球的15倍以上，更别说真正的顶级狠人土星和木星，质量分别是地球的95倍和320倍。8颗行星各走各的轨道，安安稳稳转了几十亿年，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丝滑。甚至还有人说，这种精准的排布是上帝设计的，地球刚好卡在宜居带里，就是妥妥的天选之子。但过去30年的天文发现，直接把这个认知删得稀碎。宇宙里像太阳系这么规矩的恒星系统只占10%，剩下90%全是乱成一锅粥的疯子系统。有的大块头行星贴在恒星表面跳贴面舞，离恒星的距离比水星到太阳还近。有的大行星在内侧转，小行星反而在外围飘，排布完全没有逻辑。甚至还有一种违背所有直觉的怪物——热木星。这些比地球重几百倍的吞噬狂魔，居然在比水星还要靠近恒星的炼狱轨道上狂奔。那种几千度的高温环境里，连氢元素都会被恒星风吹走，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出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都是从外围闯进来的星际暴徒。要是我们的太阳系里也出现这么个热木星往里面一闯，别说地球、火星、金星、水星这4个岩石行星加起来都不够它塞牙缝的，可能还没等它走到地球轨道，我们就已经被甩去深空了。以前我们总说恒星点燃的时候，热浪会把轻飘飘的氢元素推向外围，内侧温度太高，只能攒出岩石行星。只有在那条冰冷的雪线之外，冰块能当粘合剂，让核心疯狂吞噬物质，最后长成气态巨行星。这个逻辑以前听着天衣无缝，对吧？直到我们把望远镜对准了银河系里其他恒星系统，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这个规律是宇宙普世的，那些贴在恒星边上的热木星是哪儿来的？他们总不可能是顶着几千度的恒星风，在连岩石都会融化的地方攒出几百倍地球的质量吧？这就意味着，我们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太阳系布局，根本不是宇宙的常态，反而是极少数的特例。那些我们以为的行星形成的必然规律，其实只是幸存者的事后总结，根本没考虑到那些已经被杀死的行星的感受。我们只是刚好活在一个活下来的系统里，就以为所有系统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本质上就是严重的幸存者偏差。这些闯进来的星际暴徒，会给原本安稳的恒星系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一个重达几百个地球的气态巨行星，从外围的冰线外慢悠悠往里面迁移，所过之处的引力场直接被搅成了浆糊。那些原本安安稳稳在轨道上转的岩石行星，就像台球桌上被母球狠狠扫过的小号球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这个过程只要短短10万年，放在宇宙46亿年的时间尺度里，连眨个眼都算不上，就能把一个原本可能有好几个宜居行星的系统彻底拆碎。1/3会被巨行星的引力弹弓直接甩出去，从此脱离恒星的引力束缚，在零下270度的寒冷深空里永远流浪。没有太阳的光照和温度，上面就算有刚孕育出来的生命，也会瞬间冻成冰雕，连存在过的痕迹都留不下。还有1/3会因为轨道被搅得交叉重叠，直接和其他行星撞在一起，几万亿吨的岩石瞬间被炸成宇宙烟花，最后要么变成小行星带，要么慢慢攒成一个新的行星。之前所有的演化痕迹都被抹得干干净净，剩下的1/3更惨，要么直接一头扎进恒星里，几千度的高温瞬间把整颗星球烧成气态，连灰都剩不下，要么就被那个闯进来的巨行星一口吞掉，变成人家质量的一部分，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这才是宇宙的常态，暴力、混乱、弱肉强食，根本没有什么温情脉脉。要是一个系统里出现多个气态巨行星，直接就成了宇宙格斗场。那些你现在看到的轨道呈长椭圆形的行星，根本不是天生就长这样，那都是过去暴力历史留下的伤疤，是他们经历过惨烈的重力冲突，九死一生后才留下的证据。天文学家之前做过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模拟，如果一个系统里有3个木星级别的气态巨头，短短几千万年内他们就会开始内斗。原本系统里的11个类地行星，相当于有11个可能孕育生命的地球，最后10个会直接被引力搅得坠入恒星，彻底熄灭，剩下1个会像垃圾一样被无情抛弃，扔向深空。这哪里是行星演化，根本就是一场残酷的星际桌球游戏。巨型行星就是杆儿，小型行星就是球，打进去或者打飞就算赢。为了让你更直观感受到太阳系这个犯罪现场到底有多空旷，咱们做个最直观的换算，把太阳缩小到一个10厘米的普通握杆大小，离它最近的水星就像个针尖儿，在4米开外的地方狂奔。我们住的地球呢，就是一颗1毫米大的芝麻，在11米外的地方穿梭。而太阳系里的顶级狠人木星就是个1厘米大的玻璃球，在56米外巡逻。最远的海王星更夸张，直接在323米外的黑暗尽头待着。你站在那个10厘米的城的旁边，往323米外看，连海王星的影子都看不到。整个太阳系里99.86%的质量都在太阳身上，剩下的所有行星加起来才占0.14%。
这么小的质量，在巨行星的引力面前，根本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巨行星随便动一动，引力扫过的范围就能把内侧的小岩石行星全搅碎，连一点渣都剩不下。现在的天文观测已经证明，银河系中至少有3/4的恒星系统都经历过这种动态不稳定。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很多恒星系统，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行星的家园，而是一片行星墓地。光是在银河系的规模上，至少有50亿个类似地球的世界，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无情谋杀了。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每隔约2年就有一个类地行星坠入恒星，烧成灰烬。很多人从小到大接触的科普内容，都只展示了太阳系规整的一面，很少提及行星演化过程中的暴力与混乱。这也让大部分人陷入了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总觉得太阳系的有序是宇宙的常态，地球刚好落在宜居带里是天选之子，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精准的排布是上帝设计的，完全忽略了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合理规律都是建立在自身是幸存者的基础上。那些已经被毁灭的行星根本没有机会留下痕迹。这种幸存者偏差让我们把偶然的幸运当成了必然的规律，甚至会对宇宙的危险性完全丧失警惕。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总觉得阳光、空气、水、稳定的气温都是理所当然的存在。遇到一点工作不顺、感情受挫、生活不如意，就觉得天塌了下来。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能拥有这些最基础的生存条件，本身就是概率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奇迹。人类文明的历史不过几千年，放在46亿年的太阳系演化史里，连一瞬都算不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经历的所有安稳，都只是宇宙暴力间歇期的短暂平静，根本不是什么理所应当的馈赠。这种对生存侥幸性的认知缺失，让很多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无意义的内耗上，完全忘了能活着本身就已经是最幸运的事。现在很多人喜欢把星空当成诗和远方的寄托，觉得璀璨的银河背后全是浪漫的故事，却不知道那些闪闪发光的恒星周围可能藏着无数行星的灰烬，还有无数正在冰冷深空里流浪的死寂星球。这种对宇宙真相的认知偏差，一方面是因为科普内容的偏向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体级灾难的发生概率对于个体来说太过遥远，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只要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平衡稍微出一点问题，或者有外来的巨行星闯入太阳系，地球随时可能被甩出轨道，坠入永恒的黑暗和寒冷。我们所有的文明、记忆、爱恨情仇都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基于这些天文观测和模拟结果，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结论：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天选之子，只是那场横跨46亿年的太阳系大屠杀里侥幸漏网的幸存者而已。太阳系的有序根本不是什么天生的完美，而是建立在无数混乱尸骸之上的偶然结果。首先，木星和土星这2个太阳系里的顶级狠人，当年本来也在往内侧迁移，就像其他系统里的热木星一样，准备把内侧的岩石行星全清掉。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2个的引力刚好卡到了一个奇妙的共振节奏，互相牵制住了。就像2个抢地盘的黑帮教父，本来都要打进对方的核心地盘了，突然发现再打下去自己也得两败俱伤，于是各退一步，刚好停在了现在的轨道上，再也没往里走一步。当年只要这2个大佬的引力差了哪怕1/1000，只要他们多往里面走个天文单位的零头，我们现在的地球要么已经被弹去深空冻成冰球，要么已经撞进太阳烧成气态，要么就和其他行星撞成了小行星带，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孕育出生命，更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些事。其次，我们当下拥有的所有安稳生活，本质都是宇宙暴力间歇期的一场美梦。宇宙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它的常态是无差别的乱杀，没有任何规则会偏袒孕育了生命的地球。只要宇宙里随便来个引力扰动，只要木星和土星的平衡稍微出点问题，地球随时可能被甩出太阳系，开始漫无目的的星际流浪。到时候永恒的黑暗和零下270度的寒冷会包裹整个星球，我们所有的文明、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爱恨情仇都会瞬间冻成冰，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把当下的安稳当成理所当然，也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事就陷在负面情绪里无法自拔。